以隐喻着侠的这个纹路作为石头无一郎他的衣服纹样，其实也隐喻着未来石头无一郎加入鬼杀队中，他会担任侠助的连结性哦。大家好，我是 Sylvia， 欢迎来到时尚左脑，一起让左脑充满时尚元素。拥有神级效应的日本动漫《鬼灭之刃》接连打破各项电影票房纪录，携手罐装饮料、超商、乐园，缔造破百亿的经济产值，并且持续发酵当中。有什么样的魅力隐藏在《鬼灭之刃》当中呢？我想是因为故事里投映着日本传承的神秘元素，像是天狗或是紫藤花，又或者包含日本社会民俗的观点，透过猗窝座或是舵姬这样子的角色，一窥社会的黑暗面。当然，充满浮世绘风格的画风更加吸引人，值得细细的探讨，并透过艺术观点去做研究。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鬼灭之刃》角色个性与符文图样来解读和服纹样所隐含的意义。在介绍角色和和服纹样之前，先快速做个和服纹样分类，帮助大家更快更有系统的架构概念。因为有各种学术研究钻研和服纹样，也有不同的非常细致的分类方式，所以今天是采用一个最初步、最容易被大家所理解的方式做概分。如果有这方面的专业老师或同学有更好的建议，也欢迎在留言区提供您的分类方式给大家哦。谈到和服纹样的起源意义各不相同，又随着20世纪纺织工业的进步，在颜色及图文上又有更多变化，大致上可分为几何纹样、动植物纹、自然纹样及器物纹样。依照刚刚的分类，我们从几何纹样开始吧。主角炭治郎所穿的赤松格子是以不同颜色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相互组成棋盘状的模样，原先代表着用石块铺出的路面，本来称作为石叠或者是线。这个图形上下左右连绵相接，不会有尽头，因此有着永远繁荣的正面意义。2020年东京奥运会徽也是以赤松格为灵感，延伸为3种相异的四角形，分别象征国家、文化及思想。透过代表这3个概念的四角形，再互相组合连接成为 logo， 来传递奥运有的多样性与协调精神。这个纹样延伸到服装，并被称为赤松格，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因为江户时代歌舞伎是大家争相模仿的偶像，从发型、鞋子、衣服纹样都带领着潮流。当时一位名为佐野川世宗的歌舞伎，在一部卖座演出中穿了白色与藏青色的石叠纹样，造成流行后，大家便把这个和服图文称为赤松格纹。第2种也是几何图形，主角炭治郎的妹妹祢豆子所穿的正是正六角形打造，以麻叶花纹为灵感的几何图样。在古时候，神社里的喜梅那哇材料是使用麻，被视为一种神圣的植物。随着麻料越来越难取得，现在改使用稻草。此外，由于麻叶拥有生长快而且能驱虫的特性，因此日本人也常常会让小婴儿或是孩童穿上麻叶图案的服饰，相信这样能够去除厄运，保护小孩平安健康，快快长大。接下来是相当受欢迎的角色我妻善逸，他身上所穿的和服纹样是由3角形排列组合而成的菱纹，只是他的菱纹并不是传统中正规的菱纹，这里善逸所穿的是有经过改造排列3角形没有连续相接的菱纹。一般我们说到鳞纹，马上可以联想到的就是鱼、蛇或是龙这些带有鳞片的动物，具有去除厄运以及驱魔的神圣力量。在《鬼灭之刃》中，善逸因为被雷打到而变成金黄色头发，加上他所使用的招式是雷之呼吸，与雷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以尊贵的金黄色作为我妻善逸的主要色彩，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善逸的鳞纹应该是代表龙的意思。接下来是动植物纹。
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动植物纹，不外乎就是松、竹、梅、仙鹤、牡丹以及龟甲等等这些含有吉祥含义的纹路。而说到龟甲纹，就会想到水柱富冈义勇由羌兔那传承红橙绿交织的变化型龟甲纹。龟甲纹代表着长寿，在这里有我自己小小的解读，可以解释为羌兔守护同伴、对抗恶鬼精神的意志传承，保护了富冈义勇才有现在的水柱，并且化身为亡灵，陪伴着炭治郎在霞雾山上锻炼的种种，并且呼应着第137话鬼杀队主公大人产屋夫要在对无惨所说的“人的意志才是永远不灭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富冈义勇的龟甲纹，它代表的长寿，其实是一种意志的传承。植物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朱氏女士，她总是穿着一身带紫的藏蓝色和服，上面有大朵的红色花纹图样，给人一种内敛沉稳又充满智慧的形象。有人说这个大红花是山茶花，不过我研究了一下，大家想一下，那个 Chanel 的山茶花，它的花瓣形状其实是偏圆的。这个和服上的纹样并没有这么的圆，感觉是不是比较像扶桑花呢？而且扶桑花它的根茎叶都可以入药，小小推论，感觉也蛮符合朱氏女士身为一位鬼医这样子的角色呢。大家觉得像山茶花或是扶桑花呢？把你的看法和推论也写在留言区告诉我吧。下一个分类，自然纹路，就是我们的玲珑师傅。玲珑师傅他身为前任水柱以及水之呼吸剑士的培育者，他身上所穿的纹路就是青海波纹，有着连绵不绝的扇形圆弧不断的延伸，代表着像波浪一样绵延不绝、稳定平静，象征人们祈求平安的吉祥意义。同时，玲珑师傅身上的和服花样还多了一些白云，也是隐喻他现在在山林中隐居修行锻炼的意义。第7个角色石头无一郎是 Sylvia 在无意间发现的细微隐喻哦。在《鬼灭之刃刀匠村篇》里提及石头无一郎进入鬼杀队之前，在山林中与双胞胎哥哥相依为命的经历。兄弟身上穿的衣服纹路就是代表着雾霭霞，有水汽凝结使景物模糊的意思。在动画里面以同样的图形、色彩一深一浅来呼应双胞胎角色，并且以隐喻着霞的这个纹路作为石头无一郎他的衣服纹样，其实也隐喻着未来石头无一郎加入鬼杀队中，他会担任霞柱的连结性哦。结束前带大家进入左脑时间，随着今天影片内容已经先介绍了和服纹样分类，现在补充介绍和服纹样的起源，让大家从起源和分类都能得到一个概括的架构。因为有时候上网找资料会被不同的名词给搞混了，有了这些概念，要找资料也会比较方便。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复杂而且细致，所以 Sylvia 在这里是先用一个比较快速而且能够让大家了解的方式来说明。如果有说明不够完整的部分，也请大家多多指教。说到和服的起源，我们大致上先把它分为3类。第一种是正仓院纹样，所谓正仓，它原来的意思是储放正税的仓库。现在在日本说到正仓，基本上就是指东大寺的正仓院宝库。当时透过丝路与印度、波斯等地交流的各项贵族以及佛教工艺的文物，大量而且完好的保存在正仓院里面，所以这个地方仿佛像一个时空胶囊一般，里面所典藏的数千件文物其花纹图样就被我们泛指称为正仓院纹样。接下来是有职纹样，有职纹样就是指皇家与武士家族所使用的装饰品上的纹路。现在仍有许多专家在研究这个部分，是一个入门门槛相当高的领域。最后是家纹纹样。我们可以推测，家纹诞生于平安时代的中期，最初在贵族中使用，是用来识别个人或家族的标志。在过去，2辆马车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会透过这个家纹的纹路来互相辨识彼此身份的高低，以决定哪一辆马车可以先过。
以上就是和服纹样概分的3大类别介绍。回到《鬼灭之刃》，我们可以看见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度。他们不只透过图文以隐喻方式带出各个角色的性格，更诉说着当代历史与文化。直到今天，这一些图样仍然深受大家的喜爱，并且被广泛运用于纺织品、陶瓷器、文具用品及民生用品等等，持续传承着这些图文的辉煌。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底下留言吧。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的介绍。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按下订阅，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每一份订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鼓励。我会持续发布更多用有趣方式介绍服装相关小知识的影片，还有记得按赞、留言、加分享。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